刘大头，你就是个废物，连这点事儿你都办不了。公司给你发工资，是让你吃闲饭的吗？董事长，我现在就在现场啊，我一定亲力亲为，亲自督导，保证完成任务。您放心。好，再见，拜拜。刘大头，你就是个废物，这么点事儿你都办不了。公司给你发工资是让你吃闲饭的。胡总，你放心，今后一定少吃。你就不应该吃，饭是给人吃的，不是喂猪的。你还牛大头，我看你长得就是猪脑子。你不想一想，公司让你在这当副总，为啥呀？不就是因为你是这村的人吗？可是你连这点事儿你都协调不好，你别干了。胡总，你不知道啊，牛金这小子就是一根筋呐，他犯起浑来比你还浑呢。你会说人话不？谁混？我看你混，你最混，你就是混蛋，混蛋里边大混蛋。我可告诉你啊，你要是耽误了景区的验收，你可别怪我。姓侯的跟你犯猴脾气，哼！胡总，你放心，我马上安排人去办啊。怎么样啊，事情啊？哎呀，大头，你这事整得挺好啊！是不错。那个，别着急啊，我先做首小诗啊。绿水青山真是美，谁要来了不后悔，不后悔。谁要说我瞎胡怼，我就撕烂他的嘴。我问你，现在事情结果有没有结果啊？那我办事你咋还不放心呢？啊，牛金已经搞定了，只要你答应他条件，3个大队马上移走。什么条件？他得进入你集团，每月工资3000元，一般岗位还不干，专管女性服务员。为啥呀？这小子脾气有点犟，他想搞一个小对象。你马上跟他去表白，移开垃圾分堆柴，工作马上就安排，对象下午就能来。哎呀，大头，你现在挺行啊，你能对上我的诗了，你现在啊？啥诗啊？顺口溜、小快板，人人都会一点点。哎呀，小河流水哗啦啦，你敢瞧不起我这乡村艺术家？我还敢瞧不起你啊！我现在求你办事呢，你赶紧去回话吧，快点啊！你看，我是弟来，你是哥，有什么好处你得提前和我说一说。有条件的哈。行，这样吧，你家的猕猴桃，我收的时候比市场价每斤高出5毛，行不行？绿水青山对笑颜，看来我今天一定能挣大钱。快去吧。哦，好，快去吧。哎呀，我说主公啊，你答应他那些事情的时候，你可不可以跟我孔明商议一下呀？有什么不妥吗？今天你倒是答应了牛金，那明天牛肚、牛蛋、牛肝全部跑来找我们，啷个办呢？有道理呀。那接下来怎么办呢？哎呀，我觉得一定要把这个矛盾还是转嫁到村子里面去哦。怎么转移？妙啊！马上实施。要得。绿水青山，确实美呀。放下！你放！你说你是吧？我放下！干什么？干什么？啊！都冷静点，控制点啊！别动手，都别动手！别人动手，你说气不气人？拿牛粪挠，拿牛粪！刘金，你干啥？你得给我喊！你别觉得你当个村主任我就怕你，下届我不选你。你选不选我不重要，我们能不能有点大局观呢？景区马上验收了，我们村就在景区的范围之内，你说你这么干，
是不是有点损人不利己呀？你说谁损？你说谁损呢？啊！你自己照照镜子，连头发都没有，你说别人损？我有没有头发不重要，给我老实点。我乐意，我就是想把我失去的拿回来。你到底失去什么了？你要拿回来啊？我不知道。问问你们，凭啥不让我们回家？我不管什么理由，必须得回家。哎，你们不要吵，听我说好不好？哎，没有用，我不管什么理由，必须得回家。哎，什么？啊，好了，我知道了。哎呀，那边又出事了，怎么了？公司把咱们村口的路给封了，过去看看去。那你带几个人过去吧。不用，我先过去看看情况再说。你们几个在这待着，你给我等着啊！等我回来的。有事马上给我打电话啊！好嘞。啊，他不能走啊！他走了，你们不更等不了我了吗？不天了，是不是？不让回家，行不行？大伙静静，别着急，帮我评评理。好，我就是来解决问题的啊！静静。朱助理，怎么回事啊？刘主任，你这个要怪呀，就要怪你们村子里面没有解决那3大堆的问题噻，我们才这个样子的吧？这是两回事儿，咱不能因为牛筋的问题不让大伙回家呀。刘主任啊，这个我也没得办法呀。你晓得我是刘副总的助理，我在执行他的命令嘛。牛大头呢？我哪个晓得嘛？我不管你晓得不晓得，今天不让我们回家就是不行。刘杰，刘杰，刘杰，下！哎，你们是不是不要脸了？趁我睡觉偷袭是不是？有话赶紧控制一下他们。哎呀，所有条件全答应了，下来，快点，所有下。你话啥意思？咋的了？牛大头答应了所有的条件，那就是说这3个堆都可以动了呗？应该可以吧？啊，那太好了。刘华，什么时候能兑现？对象下午到，工作明天给你安排。刘伟，我不为难你啊，下午只要对象到了，明天班能上上，你随便挪。别明天了，你今天就动吧啊，动吧啊！现在挪，哎，给我放下！我不发话，谁也不行动。来了，客人来了，看这碗桌，有回家新的事儿。大头啊，谁找我呀？没看正忙着呢吗？牛大头，你叫谁牛大头？我有名字，我叫牛财生。行。牛财生，你下的命令不让大伙回家的是吗？这条是我们景区的路，你们村子里路是那边。我把景区的路拦上，我没有别的意思，我就是怕有人暗访。好，财生，你是景区的副总不假啊，但是你是咱们村的人，你就这么对大伙，怎么回村？你们村子里要把那3大堆问题解决了，我至于这样吗？我呀，要说有责任，你们得找村里去，找村委会去。别听他瞎白话。我告诉你，现在呢，主任就在牛金家解决问题。我不注重过程，只注重结果。后天检查团就来了，现在问题没解决，你让我怎么办？你们村委会这帮干部，通通是饭桶。你说话给我客气点儿。怎么着？怎么着？不客气又能怎么样呢？不是你是不是以为你当过几天兵你就了不得？跟我动手啊！要不你嘚瑟。来打！牛大头，你是不是有点过分了？你信不信我让爹揍你？对，牛蹄子啊！你虽然岁数比我小，但是你比我大一辈，我给你点面子。如果你要蹬鼻子上脸的话，看见没？这可不是吃素的。来，让他动一下试试来，你动一下试试。你要出啥子？做你老子！冷静，大家都冷静。都住手！住手！将士们要冷静，咱们
景区跟村子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关系，咱们不能把这矛盾升级啊！既然这样啊，一，召集村两委成员开会，马上拿出处理意见。第二，景区必须立刻停止这种侵害村民利益的行为。你谁呀你？上级委派石屋村驻村第一书记马小丽今天报道。真精神，媳妇村。哎，给介绍那个对象啥时候来啊？估计快了。你再给牛大头打个电话。我打电话他没接，就搁那开会呢嘛。你放心吧，这事绝对靠谱。在他那儿我相当有排面。你咋就在这干等着呢？那你要想干，你就喝点水呗。你喝。我说那意思啊，是人家女方来了，我用不用注意点啥？那你注意地方得多了。首先，言谈举止，你说话不行，你说那话那都是大白话，且得像我似的出口成章，哎，让人感觉到你特别有文化，特别的有内涵。我咋还得背诗啊？我教你呀。另外，你这个腿脚不是有点毛病吗？是不是啊？掩饰一下，别让他看出。女方没来之前，由我来调教你。马书记，我先自我介绍一下，我是石屋村的治保主任牛明亮。刘主任，哎，我看您这脾气可有点急呀。嗨，当兵的出身，性子有点急。刚才呢也是没搂住火，您以后多批评我。嫉恶如仇，心系百姓，退伍不褪色。嗨，马书记，您过奖了。您要是来的话，应该提前通知我们一声，我们好准备准备。有什么可准备的？我就是想来看看真实的状态。好，那咱们就进村。村里情况基本介绍完了，下面咱们就请马书记讲话。谢谢大家，我刚刚报到，具体的情况和工作我还不了解，所以我想趁这个时间去村里了解一下情况。啊，那我们得陪着呀。不，大家都留步，我不是客气啊，我是真的想自己去转一转。云想，云想，衣裳，云想，衣裳，衣裳长，春风拂肩，路。你好，你好，请问哪位是牛金先生？我不是牛金，我是牛黄，他是牛金，但是我现在想当牛金。为什么啊？结婚急早了。你话是不是有点太多了？你啊，多什么多？说，在这儿。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槛露华浓。我就是这一堆肉，你看这事儿成不成？肉的还整出来了，挺好使，咱整稀碎呢，怎么还呢？这太长，谁也记不住啊。啥也不是，我韵脚最后不压上。不是，哎，那个啥呀，那个他呀，就是抒发一下子对你的欢迎啊，一身才艺啊，看出来了。那接下来呢，再给你展示一下舞蹈。哎不，我看就没这个必要了吧？不，准备好了啊，开始了。哒哒哒咚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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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拐弯啦！哒哒哒咚哒哒哒哒咚哒哒哒哒咚哒咚。你好，刘金。你好，马小丽。手冰凉呢？是吗？凉吗？凉啊。哎呀，真是有点凉啊！你这属于是这个
气血两虚啊！哎，得用这个中药。撒开，干啥？咋还摸上了呢？哎，这不瞧病呢？我快40了，我好不容易完你上来，你先摸2下子，你不是摸2下怎么的？还摸？我不但要摸，我还要给号脉，怎么的？看病这不是吗？你给我撒开！不撒怎么的？你信不信我揍你？还小样还打我？小样还打我？来打吗？我今天我跟你拼了！你要干什么呀？揍我！好好说话，别动手！跳叫来！丢人玩意儿！没吓着你吧，马书记？马书记，我不管你是马书记还是牛书记，反正必须满足我的条件，我才让动。牛王大哥，牛财生真的是亲口说的？我冲天起誓，他如果没说这句话，我这辈子做不出一句诗来。李梁主任，哎，公司联系了吗？联系了，协调会已经都安排完了。牛大头，你给我站起来！太不像话了！那边答应人家办的事儿，然后堵了人家的路，你什么意思？这里边肯定有误会。是有误会，最大的误会就是你。你别干了啊！你给我走人！侯总，您先息怒。牛副总可能在有些事情上处理的不太合适，但是他能允诺牛金的条件，这也是个好事儿啊。好，这事儿咱先放一放啊。我要提醒你，3天之后，董事长就陪着所有的股东来景区验收。我们毕竟在这儿投了几10个亿呀！哎，你们看看那3大队，太煞风景了。侯总，请您放心，只要是给牛金解决了这个工作的问题，我敢保证，2天以后，3大堆彻底消失。牛大头，牛金工作的事儿，马上安排。是，不可能，对象的问题不给我解决就不能动。牛金大哥，你想想啊，只要是你有了一个像样的工作，你还怕找不到对象吗？那以后那是以后的事儿，现在就得有，不让他们瞧不起我。谁瞧不起你？哎呀，你别问了。我呢，刚到村里边，很多事情我还不太了解情况。就是因为你不了解情况，所以你别问了。你要是不能满足我，就走，不送。牛金大哥，你再想想。你咋还不走呢？你等我给你跳舞呢。行，那我先走了，你自己跳吧。懂得了，他懂。你在部队的时候，不会是炊事班的吧？我负责喂猪。啊？不是，我是负责喂猪，但我不是说，是吧？你还真幽默，
快请坐。是不会说话。王书记，你这是看李雪书记留下来的工作日记呢？对，李雪书记的日记呀，记录的特别详细。我真的是受益匪浅。哦，对了，明亮主任，哎，你，我提个要求呗，咱俩在一起也没有外人。明亮主任多不亲切，你叫我明亮。行，明亮。哎，那你以后也可以叫我小丽。行，小丽。明亮，我看李书记这个日记里边啊，提到了牛金大哥。是。他是3年前回村里面的。对，3年前回来的。他以前一直在外地打工，这几年呢，我们村日子过得好了，他就回来了。那他那个腿伤是？哦，牛金他17、18岁那会儿，我们村里边呢炸山修路，有一天呢，就一个炸药没响，然后牛金他自己说去排查一下情况，可谁想到他刚到那儿，炸药就响了，他腿就瘸了。这么说，牛金大哥他是英雄啊！我觉得他是，可他3年前从外地回来的时候呢，村里边也没有人提什么英雄不英雄的。我觉得多多少少他心里边可能也有点不平衡，然后再加上邻里关系处的也不是很好，经常吵架。你说一吵架吧，他就把就您看到那3大堆儿，他就扔外边。那你扔外边，人家能乐意吗？人让你收，他就不收，完了再吵架，越吵越激烈，就根本没有什么人理他，他自己呢也挺自闭的。但牛金这个人绝对是好人。牛金大哥，请接旗。给我的。不仅是您，以前和以后，只要是为村子做出过重大贡献的人，我们除了授旗，还要在文明实践站制作英雄榜，让子孙们永远铭记。来吧，咱们一起合张影吧。等一下。合影啥跑了呢？这个正式点儿。正式，刘金大哥，恭喜你！谢谢。哎呀，你这手还是咱们合影吧。咱们都继续啊，里边都过来，来，都进去啊！来，来，来看好屏幕，来，3、2、1，笑茄子。你看见了吧？啊，人家这个村的工作作风，那叫雷厉风行，说到做到。确实没有耽误今天的验收。另外我感觉今天股东们都挺高兴啊。你光看到高兴了，不足你不知道吗？啊，停车场的规划小了，你现在你这来的车你根本就停不下。我跟你说啊，现在停车场这个规模，我估计啊，景区还不能正式运营。不是，胡总啊，在建停车场没有地方呀。你给我找去啊！不，这工作是你的还是我的？我的。既然是你的，我就命令你啊，今天晚上之前，必须给我出一个可行性的计划，不然呢，你就是土豆子搬家，滚球子。
咱歇会儿。好。咱们博山是真美啊！马书记，这平时啊，没有雾的时候啊，整个阳光照射下来啊，这一片片的红叶。主任，那些是坟头吗？对，那是别人家的祖坟。祖坟怎么都在这儿啊？这么望下去看，可是有点煞风景啊。嗨，马书记啊，我们这儿呢，每座山都是有主人的，但这些墓呢，也说不好是谁家的。好在我们村里边啊都姓牛，所以说呢，这是埋在哪儿啊，也就没人计较。喂，什么？好，我马上过来。怎么了？马书记，出事儿了，走。打死你！哎，我认得到你啊，你是叫刘蹄子是吧？你不要带头闹啊，小心没好果子吃啊！哎呀，你威胁我是不是？啊！哎，你过来，你过来，你过来！过来，下来，赶紧来啊！别动手，都冷静，都冷静。干啥呢？牛蹄子，咋的了？咱看看在我门口建停车场。哎，刘蹄子，你先别激动，乡亲们大家也别担心啊，我去找他们景区负责人协调这件事情，好吧？马叔，这不是协调不协调？你说现在在门口建停车场，我们怎么生活呀？怎么睡觉？再说它也不安全呢，是不是？听我说，你们讲不讲道理啊？这个地方是我们景区的地盘，我们想干啥子就干啥子啊！周助理，你看这样好不好？你先把施工暂停，我去找你们牛副总。走走走。牛副总，我觉得景区停车场的选址是不是有一些欠考虑啊？好啊，那你帮我考虑考虑，我洗耳恭听。您看啊，这个停车场建在村民的门口，这一定会影响村民们的生活呀。马书记啊，是这几户人家的生活事儿大，还是整个景区发展的事儿大？我们集团在这投了几十个亿，建设这个红叶试验景区，为的是啥呀？不就是为了将来这地方产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吗？啊，现在就因为这几户人家影响了整个集体的利益，这哪头大哪头小，你自己掂量掂量。是，您说的也没错，景区的建设确实是给咱们全村乃至整个博山都带来了收益。但是咱要讲究科学规划呀。哎，如果那些村民他不愿意，可以喊他们搬家噻。不是你说的这么轻巧，我问你往哪儿搬呢？啊？这事儿跟你有关系吗？搬家，这确实不是个小事儿。这样，于副总，如果我能找到一块地，比这儿大，或者说是更适合做停车场，您愿意改变规划吗？那得看你选哪块地了。巧了，我今天跟明亮主任啊，还真看见一块地，我觉得很合适。哪块地？就是那个有几个坟头那块啊。不行，这个不行啊，这个得琢磨琢磨，不能现在跟他们定。哪块地啊？就是牛黄家那块山地。哎呀，马书记啊，你要是能把牛黄家这块地给我拿下，我牛大头割下这个牛头，我亲自端着给你送过去。100万，你就发财了。不是你卖啥猕猴桃啊？你们公司那么有钱呢，给我100万？现在就差这一个停车场了，这景区就开业了，公司能让这100万卡在这儿？那这么说，那我发财了，这不是吗？发不发财得看你态度了。没态度我可以呀，没态度不行啊，你得有态度。我没态度，给我100万，我接受啊。咬紧牙关，没100万不干，咬紧牙关。就是他们来找我了，我就要100万呗。嗯，放心吧，牙口这块一点问题都没有。就山里边的核桃到水里边，嘎巴一声，
有一罪了。有一次他们跟我打赌，问我石头子儿能不能有罪，到嘴里边嘎巴一声，石头子儿碎了，牙碎了，烂硬。好，记住啊，咬住就不放。放心吧，记住，咬住啊！我咬死他。哎呀，100万，咬住不撒口。那咬住不撒口，那不是狗吗？请问牛黄大哥在家吗？哎呀，这不美女书记吗？快坐。牛黄大哥，我是无事不登三宝殿。100万，啥？100万。不是，牛黄大哥，咱俩是不是有啥误会啊？没有误会啊，你不找我说事儿吗？啊，100万吗？但我这事还没说呢。你还没说呢哈。啊，说吧。我想说啊，你们不是有一块地闲置吗？想不想租给景区？100万，你看这不还是一回事吗？不是，你是不是知道我要来呀？你知不知道有100万？咬死狗子了。等会儿，那个牛黄大哥，你现在说这话吧，我有点听不太懂。就是你说的这个价钱啊，是不是有点欠考虑了？是有点欠考虑啊，是吧？100万，喝点水啊。那个喝饱了自己回去。牛黄大哥，100万。这哪儿跟哪儿啊？刘金大哥，马书记，刘金大哥，怎么样？上班还顺利吗？我就在食堂给人摊个煎饼，也没啥顺不顺利。但这比以前看的3堆啥的，这肯定是轻松多了。那就好。还需要村里再为你做点什么吗？哎呀，这都给你们添不少麻烦了。我还说哪天特意去找你，感谢感谢你。千万别跟我客气，这都是我应该做的。哎，你也不用去谢我。是，所以没去嘛，就怕你看着我这样再讨厌我。刘金大哥，我可没那个意思啊。你要是有事儿，随时都可以去找我；如果没事儿，也可以去找我。咱俩可以聊聊天啊，说说话，谈谈心，这都没什么问题。真的？啊？那我一定去。一言为定。一言为定。那个手凉是吗？不是，这回反倒感觉有点热乎呢。这条街是景区的美食街，它是按照100年以前的西野街修建的啊。它的主题是家的感觉，娘的味道。这整条街全都是博山的名小吃，我带你尝尝去。好啊，走。博山菜煎饼4季不生病，博山烩牛肉咋吃都不够，酥锅一道菜，百味它都在。打开豆腐箱，吉祥里面装。来，你这一套一套词儿都在哪儿学的呀？这用学吗？从小我们就这么说，也是这么吃的。你尝尝，看起来很有仪式感啊。每个博山人都会这么说。哇，尝尝啊。我跟你说啊。我们在什么地方，只要尝一口博山菜，就能找到家的感觉。所以说呢，我们谁都不想离开这个地方。我
我的意思是说，咱们现在的处境，无论是活着的人还是故去的人，你想让他们搬家，这个太难了。我听明白了，你是借着这顿饭给我上课呢？没，我哪敢给你上课呀？你要不愿意听，我就不说了，咱就吃饭，好吧？来，尝这个。谢谢，好。哎，马书记，你不是找牛黄谈了吗？他怎么说的？你猜他跟我要多少钱我猜不出来。 ？100万。啊？100万？妈呀，他真敢要啊！是啊，所以我觉得这个有问题，因为前后的差距太大了。哎，这个牛黄啊，其实他是个实在人，我估计啊，这事儿背后有人撺掇他。那这个人会是谁呢？咱得问问他呀。他会说吗？这事儿，咱得想想办法。啥？不租我家地了？不租了呗。今天把这情况报告给景区，人家说太贵了，我看压根儿也没看上你们家地，人说在原址就干了。不是咱们说好的，咬紧牙关不能放松啊！啊？谁跟你说的？那个，你诈我是不是啊？打死我也不能说。我们没诈你，我刚刚跟景区的侯总已经通过电话了，他说就你那价钱，绝对不可能。侯总？侯总是谁呀？侯总是牛大头的顶头上司，侯总一句话，牛大头屁颠儿屁颠儿的，还侯总是谁呀？啊，这牛大头，这是把我给玩了，这是啊！哥，我跟你说啊，这事儿你也别闹心，我估计人景区压根儿也没看上你这块地，要不然早给你划进去了。那现在马书记忙前忙后的，就是想给你把这个事儿促成，所以说呢，还是有机会的。还有机会啊？有机会。能有多少钱呢？哎呦，你看，这叫张口钱闭口钱的，你原来要多少呗？这我们就奔这儿努力嘛。我原来就要10万块钱，结果牛大头给我100万，你看这相差90万，差距太大了。明黄大哥，原本这90万啊也是子虚乌有的事儿，你就是被人给利用了，让你空欢喜一场。哎哥，我给你指条道啊，谁跟你说这90万，你完了跟他要去？这事儿我做的很不对，我应该相信村委会。此时心情很崩溃，我明天把他干报废。对，干报废。呸！在吗？我是牛金呐。啊，我给你摊了点煎饼，让你尝尝。马书记，马书记，幸亏你了解他，不然牛黄家这个地，咱们俩可都搞不定。是。哎，小李，下一步你打算怎么做啊？建公墓。啊？建公墓？对，建公墓。其实村民们担心的不是没有道理。咱们一直都说要迁坟，但是这个坟到底迁到哪里去，公墓怎么建，大家都不知道。所以呢，咱们要先把这公墓建起来，才能让他们放心。你这步子迈的可真够大的呀！还好吧。请进。你没锁门啊？可能是小杨来忘锁了吧。
再说了，咱们村有你这个治保主任，不锁门也没事。这么多煎饼，应该是小袁给我送过来的。咱们开始工作。好。谢谢啊。喝点水。怎么样？刚才我看着，我看这是。明亮，明亮，你要是困就回去睡吧。我睡着了呀。或者睡着了你啊？你刚才还打呼噜了呢。不会的，我睡觉从来不打呼噜。不是我打的。不是，这大半夜的，你别吓唬我啊！没吓唬你啊。这是什么声音啊？好像是什么动物在咬东西的声音。不会是老鼠吧？我最害怕了。应该是大蛇狗，别害怕啊。我从小睡觉我就睁眼睛啊，那我没招啊呀。现在不是说你睁眼睛闭眼睛的问题，我问你，谁让你在书记宿舍待着的啊？他给书记送煎饼，我让他在这儿等的。那也不能往人床底下钻呐。是啊。小丽，你到家了，那我就先走了啊。你等一下。我想起草一份可行性报告，明天要交给镇上，不知道你有没有时间？有。啊，有时间。我建议啊，咱们把这个报告呢，先给李雪副书记看一下。你说的就是那个？对，就是你看的日记那个。他现在是我们镇的专职副书记，从我们村出去的，感情很深，他能给咱们一些建设性的意见。那太好了，走吧。走。我听着明亮来了，我不想见他，我才藏起来了。就好像我想见你似的。那你要没干亏心事儿，你见我来，你出来不得了吗？你趴床底下干啥呀？我知道你不能干啥啊，但人书记刚来咱们村，你让书记怎么想？我干啥了？我要干啥呀？你们都以为我那个哪个？不，你们想脏了。我就想哪个？我可以通过正规的渠道我追求人家。我现在一个月我挣3000呢，我不是以前的我了啊！你想啥呢？赚3000块钱就想追咱们马书记？人家城里来的干部能看上你这农村人吗？你这话说的也不对啊，这哪是啥城市和农村的问题呀？那关键他长这样，你说趴谁床底下谁不害怕？我长啥样？
我咋是？行，好，走，都别说了，都别说了。我相信牛金大哥他没有恶意，是我让他没事可以过来找我聊天的。哎呀，这大半夜的，把大家都给折腾来了，实在是不好意思。那大家回去休息吧，都回去吧，回去吧。哎，听书记的，没事，那我们回去了。没事啊。没事，主任。书记，我们先回去了。哎，慢点啊。辛苦了啊。主任，慢点走啊。马书记，谢谢你。谢我干啥？我还要谢谢你给我送的煎饼呢。那是应该的。牛金大哥，你不嫌我手凉了？你的心是热的。撒开吧，回去睡。我先回去。慢走啊。哎呀，那个煎饼没了跟我说啊，管够，好吧？啊，行。行，你俩赶紧睡吧。不是，他还到哪儿睡啊？你给，不好意思啊。他平时那个要不不是然你别生气。啊，没，平时他就这样。你回去睡吧。今天都挺辛苦的。哎，行，反正我回去睡，你不害怕就行了。不害怕。行，那我走了，晚安。晚安。让你谁？谁？这干啥？怎么的？你要干啥？你干啥？啊？是啊，我不是干啥，你刚才吓我一跳，你吓我一跳呢！你昨天是不是把马书记也吓着了？这不误会吗？那不是？那你明天就不用上班了。你这不打击报复吗？你这不是？不用来上班，工资还能翻一番。不对，天底下没有免费的煎饼。你这里是不是有诈？确实有诈呀，2王4个2。谁跟你斗地主呢？你找我干啥？是这么回事儿。我特别崇拜马书记，欣赏他的工作作风，一直想跟他学习。但是你看，目前我这身份这地位，平时我也忙，我哪有时间呢？所以这个任务就交给你了。你从明天开始，你就跟着马书记，把马书记的一言一行啊、一举一动啊，他见过什么人呢，说过什么话，一字不落的，通通的学给我，怎么样？我凭啥呀？你刚才说那个工资翻倍的事儿，真的假的？一言既出，驷马难追啊！对象的事儿能不能给解决一下？那得看你态度了。他要去镇里，啊，他要见李雪副书记。谢谢书记。我去报道那天我没见着您，真是太遗憾了。刚休完产假，刚上班，本来想去石屋村去看你的，结果你自己就来了。这是应该的。李副书记，您留下的那本第一书记日记我全看了，特别受益匪浅。我自己也开始写日记，不知道什么时候会离开，但是我想像您一样，留给下一任。那太好了，石屋村是个好地方，它的发展前景无量，你一定要好好干。所以那个殡葬改革的事儿，我还是需要镇上的一些支持。你的这份计划书我看了，我觉得是可以推进的。一会儿我就带着你向书记还有镇长去汇报。其实除了镇上的支持，我还想需要这个局委办的一些大力支持。因为我觉得我一个人身单力薄啊，
局委办方面我可以替你去跑，但我觉得这件事情最大的支持是需要民政部门的支持。我以前就是在民政局工作啊，那这件事我就找局长说去呗。可以呀，发挥原岗位工作的优势，努力为村民办实事儿。马书记，我觉得在你的带领下，十五村一定会更上一层楼的。书记，这事这么快就批下来了？殡葬改革是造福百姓的大好事儿，当然很快就批复了。可是这村民的思想工作还没做通呢。这就需要咱们在座各位共同的努力了。对，得需要咱们的共同努力啊。行，那这事咋办呢？这样，咱们发动每一位干部、党员、文明实践站的志愿者，还有积极分子，咱们挨家挨户的走访做工作，咱们实行包干制，限期完成指标任务。大家都表个态，这怎么还沉默上了呢？啊？有啥顾虑都说出来，这不书记在这儿呢吗？那个书记是这样，其他人都好办，就是这个牛才这老倔头子吧，那牛脾气一上来是真顶你。那这个任务我领，牛才大爷那儿我去。牛爷在家吗？谁呀？马大书记啊！哎呀，我家这个庙小，装不下你这大神儿，你请回吧啊！哎，别，牛爷，我是来找您聊天的。您看，我给您带了好酒。那带着你那酒精炮弹，上来吧。哎。牛爷，我听说您孙子在城里边生活是吧？是，城里的教育资源好，以后考个好大学，报效祖国。那他以后参加工作了，还能回这里生活吗？估计够呛。我那孙子可聪明了，将来肯定有出息，得在大城市混。对。牛爷，其实我也是啊，我的爷爷出生在河南，60年代支援大三线的时候，他去了四川。我爸呢，他当兵转业以后，留在东北了。到我这儿，我工作以后，又来到了咱们博山。光荣之家有传承啊。可是我都长这么大了，也没能跟我爸多回去几次四川看我爷爷。谢谢。现在我爷爷已经去世了，埋在了四川。我现在也很少有机会能经常回去祭奠他，而且我爷爷的父亲、爷爷的爷爷等等，他们的墓地呢还在河南。说实话，我都不知道在哪儿了。你跟我说这些啥意思啊？我是想说，我们可以建一个大公墓，把家族的坟墓啊全都迁到一块儿。这样呢，从外面回来的孝子贤孙们，只需要去一个地方，就可以祭奠故去的亲人们。想着挺美，咋是诗啊？这件事呢，我已经上报给领导了。咱们建的是公益性的公墓。您想啊，等您100年以后，如果孙子工作忙，不能经常回来看望您，那咱们村子里有这么多的孝子贤孙们，哪一个去公墓，不得一道去祭奠您老人家，给您烧一炷香，陪您唠唠家常呀？
朱孔明啊，你看的这个《三国》是盗版的吗？怎么这次你出的主意怎么又失败了？哎呀，主公，这个事情不能怪我噻，哪个会想得到？你老汉儿，他没有凶得起噻。你等会儿，老汉儿是啥呀？都是你脑子里的粑粑。还粑粑？我告诉你啊，咱这计划失败了，有一半因为你口音。哎呀，我那个是乡音难改嘛。哎，主公，说老实话，你老汉儿在粑粑啊，你粑粑在迁坟这个事情上面，他确实没有稳得住噻，啊，打乱了我们全盘的计划。我们现在那就是刘豫州大意失荆州啊。荆州失了，接下来怎么办呢？按三国来看，那都是大战夷陵，夷陵，那是谁的陵啊？跟咱这公墓有关系吗？我啷个给你解释啊？主公，其他的你不需要晓得那么多啊，反正意思就是伺机而动，背水一战。只要是他马小丽要做的事情，我们一定要反对他，想尽一切办法把他拿下嘛。马小丽呀，马小丽，你既然挡了我财路，就别怪我对你不客气。小袁，哎，这件事情就这么办啊。好，我说这几点你都能记住吗？好，您放心吧。好。哎，马书记，哎，我这正是找您呢。有事吗？那个，我们的猕猴桃马上熟了，我听说集团要收我们的果，而且这价位比去年低8毛钱呢。为什么？不知道啊，其他的收购商他也不是这价呀。那咱们不卖给他们不就行了吗？书记，这是景区招商来时的附加协议，必须都卖给他们。一共3年，今年是最后1年了。哦。哎，景区这个谁负责这个事情？现在？牛大头。又是他。牛副总，今天约您来呢，是因为收购猕猴桃的事儿。今年1斤猕猴桃比去年少8毛钱，保守估计，果农们今年1年1亩地要比去年少收入1000多元。咱们不能让果农们白忙活呀。对，马书记哈，我们这个公司它是做生意，它不是搞慈善。哎妈呀，这口条子这句话我听懂了，他说搞慈善是吧？啊，你瞅瞅他俩这样，像搞慈善的。哎，你什么态度你？我应该跟你什么态度啊？我说看你，这是来找我们商量事的态度吗？不是，那个财神别生气啊。他也是那个着急，为这事着急。你这样，你给大哥点面子，给多涨几毛钱，行吧？你的面子我肯定给，你家这猕猴桃我就按去年价格收，怎么样？财神，谢谢。你跟我玩呢你啊？我家种过猕猴桃吗？你能不严肃点儿？我跟你谈公事呢啊！是，谈公事啊，我觉得没有必要讨价还价了。咱这个不是菜市场，是吧？牛副总，咱们这个合约上啊也明确的写着，如果低于市场价的10%，我们是有权不卖给你的。不卖给我，那你卖谁去？啊？我们自己卖。呀，太厉害了，自己卖。我告诉你啊，马书记，博山农副产品，整个这块贸易，大半壁江山是我牛大头的。来，老杨啊，15村那个猕猴桃啊，你们谁也不要碰，就你亲爹找你，你也不能答应。回头我把那个柿子呀、花椒啊，我给你们多配一些货。你跟老于、老鸡、老朱、老马说一下啊，告诉他们，回头我老牛请你们喝酒。完了，把动物世界全通知了。牛副总，您这么做是不是有点太欺负人了？那得说是你们欺负在先呐，爱卖不卖。牛财生，今年15村所有的猕猴桃，我们自己卖。处长，给你添麻烦了，真是不好意思。
好，好，好，那谢谢处长了，你再帮我推销一下好吗？啊，好，好，好，就这样啊，再见。哎，我联系我老单位同事，他们都帮我买点儿，他们还推销了给亲戚朋友，大家都买了。到目前为止大约能卖出200多斤。哦，你怎么看着不高兴啊？没有啊，我很高兴啊。小丽啊，啊，你知道这个单单是我们村的产量一年有多少吗？这个我还真不知道。前2年不都是包销吗？李雪书记那个日记里没提到过。1万斤？不会是10万斤吧？100吨。啊？而且呢，我们是博山里边产量最低的，只占博山的1/2。看来是我又冒失了。你也别灰心，这个事儿啊，咱们再想想别的办法。那还能有什么办法呀？网络时代，咱们干嘛不试试网络销售的力量？对呀，我怎么没想起来这事儿啊？有什么顾虑吗？哎，你有没有时间来博山一趟？我有急事找你。好。谁呀？一个电商公司的老板。那太好了，正合咱们这口了。你有这样的朋友？是我前男友。吃吧。我再加点醋。刘金弟弟，这大哥，你来正好，我还想问问你呢。啊，上个月我工资为啥要降1半啊？这得问你呀，你违反了约定啊！你不说跟我汇报马书记的情况吗？你汇报了吗？就我这腿脚，你指着我去找你去呢？打个电话呀，电话不就完了吗？多省事儿的事儿啊！电话，搁哪的电话呀？不知道什么年代，连手机都没有。这40多年来，你是第一个主动提出要联系我的人。哎呦我的天，那你这人缘也太好了。行了，回头我给你拿个手机来啊，完便于咱俩联系。但是我有要求，我只要高端的国产品牌，麒麟处理器、鸿蒙系统的。天，这没手机，这知道的还不少。我是没手机，我又不是没电视，黑白的啊。有手机我就能看彩色的了。行，回头我把彩色的给你送过来啊。还别说哈，这博山还真挺漂亮的啊。这就是你口中的穷乡僻壤、民风顽劣的农村。还生我气呢？你这不一个电话我就马不停蹄的来了吗？我这次找你来是想请你帮忙啊，别的什么都没有。好，行，聊工作。这个来的时候呢，我已经想好了。动用我旗下所有的这个主播，再请一些大网红，在平台上呢线上销售猕猴桃，但是呢，平台呢和网红呢各分10%的利润。这些个大主播的钱呢，哎，我个人承担了，行吗？不行不行，怎么着？这样肯定不行，分成只是会增加成本，那最终买单的是消费者。那照你的意思。怎么办啊？这样，
你帮人帮到底，帮我培训一些主播，让他们代言自己的产品。哪怕只有1、2个人能红，那也为村里以后的农副产品销售开辟一条新路径。这倒也是个路子。你看看，要不我怎么喜欢你，冰雪聪明？那马书记，为了我们的合作，我敬你。开动！行，我知道了，小袁，把这些订单平均发送到郑叔父手里边。好，现在按一下，多找点人，递纸箱。好嘞，多叫点人。好嘞。啊，萌萌，总订单量现在统计出来没有啊？马书记，我都不敢相信我的眼睛，我都算了好多遍了，才短短几天，你猜咱们接到多少订单？多少单？多少？超过2万斤了。2万斤！2万斤啊！没问题了，没问题，销路没问题了。没事，太高兴。哎呀，怎么了？没信号啊？怎么了？没事。哎呀，太好了！朱孔明啊，朱孔明，什么朱孔明？你就是一头猪！哎呀，主公，事情都是这个样子，你撅我也没得用啊。我看呐，只有一臂之大，还之彼身了。你能不能说人话呀你啊？雇佣水军和网络喷子，刷差评，带节奏。好，那咱就多买几部手机，多注册几个账号，咱们自己也开骂。要得。赔钱了，1年又白干了吧？这咋弄啊？不是，哎呀，这捡回来吧。书记，你看，瞅瞅，都烂了。怎么办呀？咋弄？不又赔钱了吗？是不是？全烂了啊！你看一个里边至少烂1/3。这些货全是退回来的。全退回来对。一去一回的都坏了，白瞎这些果了。现在网上也都是骂咱们的，说咱们是黑心商人。哎呀，网上那些评论我看了。这不能全怪人家，你看看咱们这个，人是不是说有的大小不一，啊，这包装也形态各异，里边也没有防撞处理，这运到不就得烂吗？小袁，赶紧安排啊，给客户退单，不愿意退单的咱们补货。好，马书记，那这损失谁来承担呢？对呀，损失怎么办？咱们果农一起承担。那不行啊，马书记。我们发出去的都是好果，那凭啥发回来烂果我们自己承担呢？对不对？对呀。我说你这人怎么一点集体主义观念都没有啊？什么叫集体主义观念呢？我说的是实话呀！啊，都说果子有大有小，怨我们呢？那长出来就有大有小啊！再说我光发大的，那小的卖给谁去？再说我们装箱的时候难免有磕有碰，那都磕碰烂的，难道我们都吃的吗？对不对？对呀，是啊。这包装不统一也没办法呀，都是临时找的一些纸箱，那肯定不一样。这还不好办吗？找个包装厂统一包装不就完了吗？那钱谁出啊？关键，你们果农平均承担呀。那我们不又少赚钱了吗？那不是对呀。钱，你这人怎么一张嘴一闭嘴就是钱呀？一点格局都没有。哎，就你们这样的哈。真就该让你们受穷！哎，你说的是话呢？哎，我们辛辛苦苦忙活1年，我们玩呢，你不也为钱来的吗？我可没挣你们1分钱啊！你别搁这站着说话不腰疼了，无利不起早，你那肚里没憋啥好屁！你把嘴给我放干净点！哎，我这还有更脏的，想不想听？行，哼，穷山恶水出刁民，
你就是个刁民，你知道吗？我整死！你别打我！马小丽，我再问你最后一遍，你跟不跟我走？再见。行，马小丽，你别后悔。牛副总，我求求您，帮帮果农，帮帮乡亲们。行，收购也行，半价。半价？那这果园这1年都白忙活了，那搞不好还得赔钱的。哎，牛副总，我之前如果有什么地方做的不对的，请您多见谅。哎，谁叫我呀？牛副总，回见。牛副总，你等一下，牛副总。书记，这咋了？这咋办啊？再有10天，这果就熟了。对呀，这有时间咱们果子都掉地里边了。咋整啊，书记？那这1年不白干了吗？决定了。我对不起组织对我的信任，我更对不起乡亲们。我明天早上去镇政府辞职。明天早晨我开车带你去一个地方。如果是去完这个地方，你还打算去镇上，我送你。焦裕禄同志1922年生于山东博山。1962年的兰考，春天的风沙打毁了20万亩麦子，秋天淹坏了30多万亩庄稼，盐碱地上有10万亩禾苗被碱死，全县的粮食产量下降到了历年的最低水平。就在这样的关口，焦裕禄临危受命被派往兰考。临行时，焦裕禄深情地说：“感谢党把我派到最困难的地方。越是困难的地方，就越能锻炼人。请领导放心，
不改变兰考的面貌，我绝不离开。还去镇政府吗？当然要去了。我应该早一点向组织请求帮助。首先呢，我想为我在前段时间工作当中出现的错误还有瑕疵，跟大家表示歉意。那下面呢，就请咱们李雪副书记为大家正式宣布一下上级政府给了我们什么样特殊关怀政策。大家都是老熟人了，那我就直接说重点吧。上级党委和政府对我们村的情况高度重视，1天之内协调出以下资源为我们村的猕猴桃销售保驾护航。第一，怎么样，乡亲们？这么好的政策，咱们是不是应该撸起袖子加油干呀？来，等会儿啊，来，直播开始了啊，别老晃啊，别说我来啊，家人们大家好啊，今天看我们给你们带什么好东西来了啊？这就是我们博山的猕猴桃，博山猕猴桃比我还干净。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博山的特产——博山猕猴桃，好吃没有毛，非常的薄，血色非常的大，特别适合我们家老人、小孩还有爱美的。加油！来，刘金，收息好，高兴了吗？高兴。对，这我这站着啊。对，先这个行。谢书记。不谢，加油啊！好。嘿，这用功啊！这舞蹈还练呢？我没有心情跟你弄。咋的了？我这个非常矛盾，气愤，还有点烦闷。完了，你就让我来听你这一顿整词儿，啥词儿啊？整？我这么跟你说吧，你说我现在在公司啊，给我开着工资，马书记对我又那么好，你说我要知道点事儿，我说还是不说？那分啥事儿呗。牛大头给我个手机，就这事儿啊？这手机里头藏着一个惊天的大秘密，是不是有牛大头的裸照啊？滚！牛大头有裸照，你看呐？他在这手机里建了很多账号，他拿这些账号说咱猕猴桃不好，给咱差评，那不更难相信吗？这牛大头太坏了，这不是账号，这是一本血泪账。牛大头，血债要用血来偿。哇！这协调好是例子。喊啥玩意儿？大半夜喊啥？你们喊啥？牛大头，你说你还是不是个人？小蹄子，毕竟你长他一辈儿，有啥话好好说啊！不是老哥，你这儿子简直就是个王八蛋！咋说话呢？那我不成王八了吗？不是老哥，我错了，我不是说你的。你说他办的是人事吗？啊，他注册了一堆的号，而且雇人在网上给我们村的猕猴桃差评。要不是政府后来帮着我们这桃都在烂树上。你
造谣血口喷人。我血口喷人？我跟你说啊，证据我可有，都在村委会的手机上呢。我完全可以去法院告你。小生子，啊，到底是不是你啊？第五，我错了。我打死你个小兔崽子！我这，哎。哥哥，别说你。看明白了，侯总啊，你看这事能不能再通？不能。我把我爸给气病了。你说现在我再没这工作，我以后我可怎么生活呀？跟我装可怜呐！现在知道着急了，你早干啥去了？我跟你说，牛大头，你连自个儿村的人都坑，你觉得你对公司能忠诚吗？对朋友能坦诚吗？对客户能热诚吗？对你这个上级我能真诚吗？你说你哪样成？你什么都不成，你还想说啥呀？我现在最后留你一句话吧：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多行不义啊，必自毙。善恶到头终有报，看到好人哈哈笑，哇哈哈哈哈哈哈哈！啊！我不吃，我没你这样的儿子，给我滚！滚！畜生！畜生啊！喝点鸡汤。马书记啊，批评我们了，说我们不能得理不饶人呐。再一个，咱们这住几个村儿，又都姓牛，这打断骨头连着筋呐。蹄子，我错了，过去的事让它过去吧。你说你们啊，每天呐来来往往这么些人，帮我家干这个干那个。这人情啊，太大了。这以后我咋还呢？你说呀？哎呀，还啥呀？我们把时间都存入银行了。啊？存天地银行啊？哎呀妈呀，这咋的？那边召唤我呢？什么呀？看把你吓的！你说着说着就没正形，是把时间存入了文明实践站的时间银行，就是我们这些志愿者啊。现在工作的所有的时间，不管你是伺候老人呐，还是参加村里的集体劳动啊，
都存入这时间银行啊。将来呢，我们老的时候呢，其他的志愿者再把这时间补回来。也就是现在我们干的越多，就将来享受到的越多。哎呀，主任，我来，哎，好嘞，慢点放啊。好嘞。哎，看看怎么样了？谢谢。啊，真好。那边这边，他们这些都是我们都是发往。大头吗？你怎么来了？我今天是来给父老乡亲和马书记做一个深刻的检讨。我那个这都已经准备好了，我的检讨一共是36000字，共分120个章节。尊敬的石屋村的各位父老乡亲们，行了，别念了，写那么多字儿，都快赶上一个电影剧本了。别演戏了，我不是演戏，我今天在这有一个小小的请求，我想成为咱们文明实践站一名光荣的志愿者。我同意。同意。哎呀，谢谢大家，都同意。谢谢了，谢谢。来，应该适合你，就穿上。马书记啊，我这个牛头啊，终于对上你这个马嘴了。检讨不用再检讨了。不用了，快点加入吧。博山太美了，我真的很舍不得离开这儿。2年的时间真快呀！一转眼你就要走了。是啊，人生过得也很快，所以尽量不留遗憾吧。能不能留下来啊？留。博山需要你。别的地方也需要我呀。我也需要你。听不懂。走进我的世界里，看着我自己。我喜欢你。喜欢谁？我喜欢马小丽。谁喜欢马小丽？666，喜欢马小丽。权益，对，我的梦就是你，我的心全是你，可不可以让我靠近一点到你心里？请不要拉长距离，在这里望着你，这本故事必须要你才能走完这结局。命运召唤我们相遇，缘分已经说明，这个空位注定会是你。
天天又一天天重复的问自己，失去你微笑的明天怎么继续？对，我的爱就是你，我爱的就是你。末日来临，我依然会为你遮风挡雨季。相信我们约定，此生不离不弃。50年后，我们一起去